姐姐，清寒说斩草要除根，所以你儿子我给了他一个全尸。嫣儿，做得好。当年你娘走的时候，我也是这般快意。刘氏，你对我娘做了什么？你以为卫氏是病逝的？那碗安神药是我亲手调的，砒霜2钱，分3次下，他喝了3个月才咽气。你父亲一次都没来看过。我说他需要静养，他便信了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这一世，他失去了所有，爱人纵容庶妹欺辱他，他的孩子甚至娘亲都是不得善终。顾朝歌死死咬合齿关，剧烈的力道令牙根崩裂，鲜血从嘴角溢出，蜿蜒而下，血缓缓流入衣领。紧贴胸口的那枚母亲留下的玉佩，玉佩正渐渐发烫，泛起诡异的红光，意识正一点点被黑暗吞噬。柳氏还在说着什么，但顾朝歌已听不清了。门外呼啸的寒风愈加喧嚣。顾朝歌死在了20岁那年的寒冬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顾朝歌死死盯着镜子，指尖抚上自己的眼角，热泪缓缓流下。柳氏在他临死前那句话在耳边回响：那碗安神药是我亲手调的。今夕是何年？大小姐，您别吓奴婢。今日是永宁14年3月初9，您还有5日就要行极金礼了。酸涩与狂喜交织着，迅速翻涌上来。永宁14年，14年，我重生了。15岁，我竟然回到了极碧之前。今天是3月初9，距离极碧还有5日，距离前世我去世的时间还有5年，来得及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对了，小姐，柳夫人说小姐这几日精神不振，特意让人送了安神汤来，让小姐每日晨起喝1碗。前世我喝了3年，后来才知道这是慢性毒药。以后不必送了，告诉柳夫人，我精神很好，让她不必劳烦了。以前大小姐从来不会拒绝柳夫人的。秋荷愣住，点点头，但什么也没问。秋荷，你跟我几年了？9年了，奴婢7岁进府，就在小姐院里伺候了。好，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。如今我身边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，你去找我娘的陪嫁丫鬟赵嬷嬷，她被柳氏打发到城外庄子上好多年了，去查一件事，我娘她的死因。秋荷的瞳孔猛地一缩，随即跪直了身子。记着，这件事只能你我知道。柳氏那边一切照旧，不要让人起疑。奴婢明白。去吧。这方桂花手帕是母亲绣给她的最后一件东西。朝歌，桂花小但香。人活着不在声势大小，在于留不留得住那点香。前世我没留住任何东西，今生
我要让该付出代价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秋荷捧着那张烫金帖子进来时，顾朝歌还在考虑如何扳倒沈清寒。小姐，靖安侯世子沈清汉求见，说是贺您吉逼之喜。顾朝歌心里暗道，还未想好如何报仇，他倒是先来了。让他进来。秋荷，替我挑一件衣裳，素净些的，月白色最好。小姐，世子爷到门口了，还带了礼，请他进来吧。沈清寒踏入花厅，带来一阵松木香，像雪后松林的味道。前世顾朝歌闻了3年，后来每次闻到都想吐。顾大小姐，沈世子登门，朝歌不胜荣幸。顾朝歌想起前世及笄礼那天，沈清寒也是这样盯着他看了很久。他当时满心欢喜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只是在评估猎物的价值罢了。大小姐及笄在即，清寒特备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赤金衔珠步摇，这只步摇他认的，前世沈清寒送过一模一样的，说是独一无二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城南巧匠手里有订单底子，同样的步摇他一共订了4只，送过4个姑娘。世子厚爱，朝贺愧不敢当。大小姐喜欢便好，清寒还怕不合大小姐的眼。世子说笑了，这样好的男猪，朝贺从未见过。国公府嫡女身边连个像样的丫鬟都没有，国公府嫡女的体面不过如此。听闻大小姐琴艺精湛，不知清寒可有耳福？世子谬赞，朝贺不过是胡乱弹的，不敢污了世子的耳朵。大小姐过谦了。朝歌献丑了。顾朝歌想起前世也为他弹过这支曲子。新婚夜，他听完只说了一句尚可，便起身去了书房。后来顾嫣儿入府，在顾朝歌面前耀武扬威，说沈清寒曾夸过嫣儿的琴才叫琴，他顾朝歌的不过是按谱出声罢了。一曲毕，顾朝歌背对着沈清寒，唇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，转瞬即逝。大小姐的琴，比清寒听过的任何琴都动人。世子过奖了。大小姐可曾读过《庄子》？这是在试探我。太蠢了，拿不出手；太聪明了，不好拿捏。最好是中上之姿，懂些风雅，但不涉世事。幼时随先生粗读过几篇，只觉书中言语清阔，如沐风观云。别的深远道理，女儿家便不敢妄论了。不知大小姐平日都做些什么消遣？绣花，弹琴，偶尔读些诗词。大小姐，可曾想过以后如何？以后嫁为人妇，相夫教子。大小姐这样的女子，不该困在这方寸之地。他使劲压下心底的恶心。朝贺，听从父亲安排。沈清寒的笑容更深了，他要的就是这个答案，听话的，温顺的，容易摆布的。及笄礼上，清寒还有一份大礼相赠。什么大礼？届时便知。那个笑容里有一种笃定，笃定他会惊喜，会感动，会像他猎过的其他猎物一样，被他的皮囊和家世迷得神魂颠倒。前世戴了3年，竟从未发现。
欢喜最是能争遮人眼目，他娶我，不过是看中嫡女身份，付出真心，换来的只有剜眼刀。对这种人，心软就是害自己。沈清寒书房暗格藏着通敌密信，那时我刚诞下念安，母子二人如履薄冰。姐姐，这是我给孩子带的补品，快尝尝吧。念安吃了后上吐下泻。清寒，求求你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别大惊小怪。乖，念安乖，娘亲在。开门，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我的孩子。念安，我的念安，娘连一日安稳都没给过你。我知道他通敌，却无权无势。父亲靠不住，满府皆是豺狼毒蛇。我需要一把刀，一把能杀了他的刀。我怎么忘了他？没娘的野丫头，还当我怕当宝贝？都是京城高官贵女，竟也学着欺辱旁人。你们家里教的就是这种规矩？那日初见，小小的顾朝歌只记得太子殿下很凶，以至于之后每次看到他都躲得远远的。那些年，我竟怕了他这么久，怕他的冷脸，怕他的气势，怕他生人勿近。他也自幼失母，深宫之中步步维艰。我与他原是一样的可怜人，当年他本是在替我出头。如今我什么都不怕了，他手里有我需要的刀，这侯府私章就是最好的饵。送到东宫，西角门出去，后巷有个卖糖炒栗子的老伯，跟他说天冷了，顾小姐请他吃栗子。秋荷只是个丫鬟，去后巷买栗子是最寻常不过的事。柳氏的人就算看见了也不会起疑。前世被软禁时，曾听送饭的婆子闲聊说漏了嘴，原来太子一直在追查安侯府通敌的案子。老张头是东宫的眼线，后来被世子抓了。今生老张头还在，那封信会送到该送到那人手上。小姐，醒醒，有人来了。月色清冷，桂花树下，那人着玄色便服，身量颀长。御花园那个少年的影子似乎重叠了，一样的站姿，一样的沉默，可似乎又有什么不一样。他说不出。顾大小姐好大的胆子，给东宫递信，只写一个陪字。你是怕别人不知道你在私通东宫？殿下若怕，就不会来。殿下。靖安侯府通敌，沈清寒负责接头，证据在侯府书房的暗格里。你怎么知道？殿下不用管我怎么知道。这是沈清寒今日送来的拜帖，上面有靖安侯府的私章，殿下拿去和北边截获的密信比对，看是不是同一枚。靖安侯世子登门送帖的时候，你便想好了，用这印章达成目的。顾朝歌迎着裴衍之探究的目光，面色平静，没有点头，也没有否认。裴衍之沉默片刻，将拜帖收入衣襟内。沈清寒急逼礼上要送你的大礼，本王已经查到了，是一封婚书，他要当众求娶。那就让他求，不过娶谁就由不得他了。顾朝鹤，你对沈清寒缘何会有这么大的恨意？他沉默不答，垂在身侧的手慢慢握紧。不想说，那就不说吧。还需要本王做什么？殿下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大婚那日准时到。对了，你娘的事，本王会替你查。殿下为什么帮我？
月光把裴衍之的背影拉得很长，桂花树的枝桠在他肩头投下交错的影子，他腰间那块刻着桂花的玉佩在月色里微微反光。因为有人欠你一条命。裴衍之没有说那个人是谁，也没有等他回答，大步走进了月色深处。皇后娘娘口谕，卫氏与本宫昔年闺中相交，情同姐妹。今其女及低，特赐凤纹锦袍一件，贺镇国公府小姐成年之礼。娘，这袍子也太华贵了。皇后只说赏镇国公府小姐，并未指名道姓是顾朝歌。嫣儿亦是国公府嫡女，若及避之日让她身着此袍谢恩，既成事实在前，皇后难道还会追回复访？夫人说大小姐身形纤细，这件改过后正好合身。小姐，您看这袖口都磨出毛边了，腰线这儿也是歪的，针脚粗得像蜈蚣。柳氏也欺人太甚了。料子是多年前的旧行绸，洗过太多遍，原本的石青色已经褪得发白，腰线处确实动过，拆改的针孔在光下清晰可辨，像一排细密的旧伤疤。秋荷，把剪刀拿来。小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顾朝歌将那道裂口抚平，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任何异样。没什么，只是替柳氏把这件衣裳改得更合身一些。及祭礼当日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顾重安和其母王氏端坐首位。顾朝歌身着那件旧礼服，缓步入内。这镇国公府的嫡女，今日及夕这般大喜日子，怎得穿得如此寒酸？她未受周遭目光与议论的影响，身姿挺拔，稳稳屈膝跪定，只待大礼开始。京侯世子到。清寒仰慕顾下姐已久，今日当着诸位长辈之面，特求娶镇国公府嫡女顾朝歌为妻。沈清寒话音落下，众人面露错愕，柳氏手不由一抖，顾重安面露满意之色。靖安侯府门第显赫，沈清寒又是嫡世子，这门亲事是上上之选。父亲，女儿有一事相求。靖安侯世子厚爱，女儿感激不尽。只是女儿身为嫡长女，母亲早逝，府中庶妹尚未议亲，女儿不能先于妹妹论及婚嫁。妹妹才貌双全，与世子更为般配，女儿愿将这门亲事让与妹妹。他能这么好心？顾嫣儿下意识转头望向身侧柳氏，柳氏眼中飞快闪过算计的金光，被世子夫人之位打动。朝歌这孩子真是懂事体贴。国公爷，既然朝歌有此美意，女儿的话还未说完。女儿愿意将这门亲事让给妹妹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妹妹出嫁时需从我娘的嫁妆里拿出一份给妹妹添妆，不多，4成即可。世子，那只南珠步摇，城南的巧匠一共打了4只，1只在我这儿，另外2只送给了谁？还要我替你数吗？沈清寒脸上血色全无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从容。世子方才说求娶镇国公府嫡女，嫡庶有别，世子可要想好了。我妹妹是庶出。沈清寒微微眯起眼，心底暗觉今日之行失算，已然骑虎难下。当然，妹妹若嫁入侯府，便是世子夫人。只是日后旁人问起来，世子少不得要多解释一句，娶的是庶女，不是嫡女。世子不介意就好。顾嫣儿僵在原地，只觉难堪不已。
世子的礼物，昭和收下了。世子的心意，还是留给妹妹吧。对了，还有一事。他摸到腰侧那道提前拆松的缝线。顾朝歌身穿凤纹锦袍，肩上的凤凰展翅欲飞，金线银丝在日光下流转，熠熠生辉。这件锦袍是皇后娘娘日前赐下的，礼单上写的是镇国公府小姐。母亲大约觉得没写名字，便可以留给妹妹，所以替我保管了起来，另送了这件旧衣给我。柳氏将皇后娘娘的赏赐锁进私库，这件旧衣她改了3日，改成这样。父亲，女儿不求嫁入高门，只求一个公道。王氏闭目不语，顾重安脸色数变，只觉颜面尽失，满堂宾客的目光如针扎般落在他身上。柳氏，皇后娘娘的赏赐，你也敢私藏？国公爷，妾身没有私藏，妾身只是……什么？到内院去跪3个时辰，罚1个月利银，禁足1月。满堂宾客目光重回堂中，赞礼官高声唱诺：“行家吉礼。”宾客们已纷纷收起轻视的目光，静待礼成。礼毕。你别得意，世子爷求娶的是你，你让给我，将来别后悔。妹妹，我送你的东西从来不后悔，只是怕你接不下。宴席结束后，顾朝歌回到自己的院子。小姐，太子殿下派人送了贺礼来，放在咱们院里了。什么贺礼？一盏灯，兔子灯，耳朵有点歪。没想到堂堂太子殿下还有如此童心。后院里，柳氏还跪着，顾重安下令不准任何人靠近。及笄礼后第3日，顾嫣儿身着海棠粉袄裙，发间簪着仿款赤金衔珠步摇，快步走到锦心院门前，抬手叩门，抚着步摇，面露得意。姐姐，妹妹来赔罪了。姐把世子子爷让给妹妹，妹妹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只是母亲说，姐姐帮我要的那4成嫁妆实在太多了，魏夫人的嫁妆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账上没多少盈益。那妹妹觉得几成合适？母亲说1成。顾嫣儿眼里盛着掩饰不住的得意。好，就1成。姐姐，当真，当真。谢谢姐姐，世子爷说过几日就来下嫔。到时候妹妹一定请姐姐来喝一杯茶。一定。小姐，4成变1成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秋荷，你觉得一个人最得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得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。不是，是以为自己得到了，实际上马上就要失去的时候。送到东宫，老地方。沈清寒的密信，好心截到了。4月20侯府大婚，他以婚宴为掩护，向北蝶传递最后一批城防图。殿下打算何时收网？大婚当日，花轿进门，宾客入席，本王带兵查抄，人赃并获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你那个妹妹嫁进去便被抄家，你想过怎么处置？殿下，如果有人挖了您的眼睛，杀了您的孩子，您会怎么处置？可能会跟他同归于尽吧。我不会，我只会让他也尝尝这滋味。顾朝歌，本王很庆幸是你的盟友。
殿下，上次我便问过您，为什么帮我？你母亲曾经救过我母亲一命，我要替她报答这份恩情。竟然是这样吗？怪不得他会帮我说话。我竟然因为他的凶躲了他这么多年。赵嬷嬷找到了，夫人死前3个月喝过柳氏送的安神药，当夜高烧，再没好过。药渣被柳氏连夜收走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。3月29日，天色晴好，顾烟儿的8抬大轿从镇国公府正门抬出，吹打班子在前开道，唢呐锣鼓震天响，10里红妆排场盛大，长街两侧挤满了围观百姓。顾朝歌静立在府门前，看着花轿队伍远去。小姐，您真要去侯府观礼？去，不止去，还要送一份礼。大红花轿在静安侯府门前稳稳落定，喜堂内红烛高烧，红绸高挂，宾客满座。沈清寒身着大红喜服，面如冠玉，伸手接过红绸一端，牵着红绸那头的顾烟儿，缓步走向喜堂堂中央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静安侯世子夫人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沉沉的脚步声和铁甲碰撞的声响。静安侯府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奉旨抄家。奉旨抄家。不可能！请各位移步。是你！世子说是我设的局，你说对了。你书房暗格在书架后面，今日你要借婚宴送城防图，接头人他等不到你了。沈清寒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黑甲军将放弃抵抗的沈清寒押走。顾嫣儿看着走近的顾朝歌，泪水染花了妆容。是你害我！妹妹，几笔礼上我当众让给你，你欢天喜地接了；嫁妆押到驿城，你也欢天喜地。从头到尾，我逼你了吗？路可是你自己选的呀。姐姐救我！我不要去大牢！妹妹，曾经也有一个人这样求过你。你说什么？顾朝歌没有与他解释，取出锦盒放到他面前。新婚贺礼，这只步摇，沈清寒一共送了4个姑娘。城南巧匠手里有订单底子，要不要我拿来给你看？不过现在看不看也不重要了。妹妹，好好收着。大牢里日子长，总需要些东西来念想。通敌的案子牵连甚广，全部脉络查清大约需要3个月。抄家之后，静安侯府的女眷按律会判流放。3个月，够了。他在大牢里的这3个月，我会把所有该做的事都做完。到那时候，他才会真正尝到什么叫一无所有。现在本王觉得，庆幸不是你的敌人。小姐，这个怎么办？
走吧，回顾府。还有很多人等着我一个个清算。柳氏闯进锦心院时，天色刚暗下来。是你勾结太子害了嫣儿。姨娘说什么？朝和听不懂。听不懂？那日吉华礼上你假意让婚，就是为了把嫣儿往火坑里推。你早就知道靖安侯府要倒。姨娘，婚事我让给他的时候，你也在场，笑得可比谁都开心。您说是不是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柳氏像疯了一样四处奔走求人。国公爷，求您救救嫣儿吧！顾重安怕被连累闭门不见，王氏只一句推脱：老身年纪大了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的嫣儿，我的嫣儿！就在柳氏为顾嫣儿焦头烂额时，京城中关于顾府的流言愈演愈烈。柳氏被带走那天是阴天，来拿人的是刑部差役，持的是顾重安亲笔签的文书。两个差役往正厅一站，柳氏脸上的血色就褪尽了。国公爷，妾身冤枉，妾身伺候您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嫣儿还在大牢里，您不能！10来年枕边人，顾重安面露不忍，但皇后刺袍被私藏的事，这1个月来早已传遍京城。你若是冤枉的，刑部自会还你清白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柳氏的哭嚎声从正厅一路响到府门口，像一把钝刀反复割在石头上。小姐，柳氏被刑部带走了。小姐，柳氏被刑部带走了。知道了。小姐不去看看？看他做什么？他哭他的，我绣我的。当日，顾朝歌亲自去庄子上接赵嬷嬷，马车穿过半个京城。老奴以为这辈子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。赵嬷嬷昂首挺胸，腰板挺得笔直，一步一步稳稳走进朱红大门。这一天，她足足等了10年。嬷嬷，您先住我院里，等事情了了，我给您养老。大小姐，夫人若是在天有灵。嬷嬷，不急，这才刚开始。柳氏入狱的第3天，秋荷带回来一个人，城南豆腐坊的吴娘子。大小姐，我娘下葬前，我偷偷留了这件袄子，拆开夹层就发现了这个。你娘出殡那天，柳氏来了吗？来了，看了一眼就走了。我追出去被推倒，她头都没回。我等了10年，就想有人替我问一句，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张方子你藏了10年，现在把它交给我，你娘的冤屈我替她伸。父亲，女儿今日来是想给您看一样东西。砒霜2册，元和12年9月13，柳氏的陪嫁吴嬷嬷去城南保和堂买的。顾重安看着桌上的字条，表情僵硬，手指微微发抖，心里已有一些猜想。9月16，吴嬷嬷端安胎药进了我娘的院子，我娘喝后当夜高烧，3月后腊月初10咽气。药铺老账本还在，买主吴嬷嬷是江南人，铁证如山。来人，把柳氏从刑部提回来，我要亲自问他。这方子是吴嬷嬷自己买的，与妾身无关。吴嬷嬷是你的陪嫁嬷嬷，她买砒霜做什么？
是你，一定是你陷害我！住口！父亲，还有一件事，吴嬷嬷死后，柳姨娘对外说她是疾病，但俶作验过，吴嬷嬷的喉骨是碎的，她是被勒死的。柳姨娘让她去买砒霜，买完就把她灭了口。周嬷嬷已经招了。元和12年9月初4，祖母让她去给柳姨娘传话，传的是什么话，姨娘自己最清楚。他都说了，说祖母告诉他，魏氏发现了田产转移的事，不能留了。说只要魏氏死了，正院就是柳氏的，嫣儿就是嫡出。是我下的毒，可那又怎样？他魏氏占着正院10年，占着嫁妆10年，占着国公爷的旧情10年。他活着，我永远是妾，嫣儿永远是庶出。他死了，我才活得像个人。所以你就杀了他？我杀他，我是帮他解脱。他活着也是受罪，国公爷不去看他，老夫人搓磨他，满府的下人看人下菜兵。他病成那样，连一碗热粥都没人端。我送他走，他该谢我。你打我！带下去，赐馔酒。是。顾重安，我伺候你10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父亲，我娘死的那天，外面下着大雪，她握着我的手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。她那时才23岁。昭和，你娘临死前叫过我的名字吗？她叫了很多人，叫祖母，叫赵嬷嬷，叫我，但她叫的最多的是您的名字。大小姐，柳氏她赐鸩酒，让她自己尝尝那碗药的味道。娘，朝哥为你报仇了。柳氏被刺死的第2天，顾朝歌带着赵嬷嬷进了国公府的库房。夫人当年的嫁妆，一共128台，老奴亲手登记入册的，每一样都记得。大小姐，库房重地，没有对牌，不能进去。秋荷，去请父亲。是。不到1炷香的功夫，顾重安和王氏亲自来了。父亲，这是我娘的嫁妆清单。10年代魏家送嫁时，礼部有人唱单，府里有账房画押，128台，每台里有什么，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。这是库房这10年的出入账。柳氏代管我娘嫁妆后记了10年。父亲请看，单子上有的，账上少了60%。这几件，赤金蕾丝凤簪1对，点翠嵌宝花钿1套，羊脂玉镯4只。去年腊月出现在柳氏年家兄弟开的当铺里，当票在这里。这几匹云锦，皇后娘娘当年赐给我娘的天装，上个月穿在了柳氏侄女身上。昭和，你娘嫁妆的事，柳氏已经伏法，何必再翻旧账？祖母，柳氏伏法是因为杀了我娘，嫁妆是另一笔账。我娘的东西少1件，我追1件。柳氏死了，就追她母家。她娘家还不上，就从这府里出。正院、田庄、铺面
哪一样是用我娘嫁妆置办的，就哪一样还回来。照单子查，少了的从宫中补。128台嫁妆现存不足40%，赤金蕾丝凤簪一对，缺失。清点完毕，顾朝歌扶着赵嬷嬷走出库房。大小姐，夫人若是在天有灵，今日也该瞑目了。不，嬷嬷，这才刚开始。4月，何府上下开始忙着祭祖事宜。王氏院里的周嬷嬷被拿住了，不是刑部的人，是顾朝歌亲自带人堵的。祖母，周嬷嬷涉嫌伙同柳氏谋害我娘，那日柳氏已经招了，孙女要把她带走问话。祖母若是拦着，便是同谋；若是不拦，孙女这就把人带走了。老夫人说，要问就在这儿问。元和12年9月初4，你从王氏院里出来，去了柳氏的屋子。你跟柳氏说了什么10多年前的事，老奴记不清了。那我帮你记。这是赵嬷嬷的证词。9月初4，她亲眼看见你从王氏院里出来，脚步匆匆进了柳氏的院子。第2天，柳氏是端来了安神药。第3天，我娘开始吐血。这是吴娘子交出来的药方。9月13，柳氏让吴嬷嬷去买砒霜，我还可以去请父亲来，让他亲自问你，当年王氏转移田产被我娘发现，是谁去给柳氏递的话？是谁说魏氏不能留了？大小姐，老奴说是老夫人让老奴去的。她说：“住口！你这刁奴，竟敢攀咬主子！”祖母，周嬷嬷还没说完。她胡说八道，那就更该让她说完了。你说完了，是真是假，自有人断。祖母是心虚，才会让她住口吧。继续说。老夫人说魏氏发现了她私下转移田产和放印子钱的事，所以让老奴去找柳氏，让柳氏想办法解决魏氏。只要魏氏没了，主母的位置就是柳氏的，嫣儿自然也是帝女。祖母，您听见了。元和12年8月，祖母将东郊田庄转移到王家舅爷名下，还私自放印子钱。我娘发现以后去问祖母。9月初4，祖母让周嬷嬷给柳氏传话。9月16，柳氏端来安神药。腊月初10，我娘咽口。父亲，害死我娘的凶手有2个，一个是下毒的柳氏，另一个便是祖母。崇安，我是你母亲。母亲，您毒死我父亲，又害死我妻子，您还做了什么？一并说了吧。你说什么？父亲的遗骨，我已经让人挖出来了，5座验过，骨旗发黑，是鹤顶红。来人，将母亲关入佛堂，终生不得出。你满意了？祖母，我娘临死前1个月，您去看过她一次，她拉着您的手叫了一声娘，您当时心里在想什么？您什么都没想，因为你根本不在意她的死活。王氏被关后，顾朝歌拿着一幅画来到顾崇安的书房。父亲，旁边一行字是顾承安当年的亲笔，此生不负。这幅画女儿找人重新装裱过，父亲看清了，您当年写的是此生不负。女儿今天来
是想问父亲3件事。第一件，我娘临死前3个月，您一次都没去看过她。柳氏说娘需要静养，您就信了？您是信了，还是不想去？第二件，我娘死后嫁妆被柳氏代管，10年下来十去其六，庄子上的账目乱成一团，当票攒了厚厚一叠。父亲是当真不知，还是不想知道？第3件，我娘宴起那天，外面下着大雪，她握着我的手，嘴一直在动，像要说什么，可她说不出来了。她才23岁。父亲，这10年您梦见过她吗？赵贺，为父。女儿告退。这幅画留下吧。10年来，顾崇安去卫氏坟前悼念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王氏被关后，他破天荒提出要和顾昭言一起去祭拜。娘，女儿替您查清了，凶手都付出了代价，您可以安息了。父亲，女儿有一件事想问您。您这一生可曾后悔过？我娘是尚书独女，当年京城数1数2的贵女。她嫁给您的时候，魏家的送嫁队伍从城南排到城北，她把一颗真心全给了您。您是怎么待她的？婚后第2年，娘亲生下我，还在养身子。您呢？转头在府外养了外室，祖母搓磨她，您不管；外室抬进门，样样压她一头，您还是不管。她病成那样，您在柳氏院里喝酒，像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就是因为您的不管不问，我娘心中郁结，缠绵病榻，才给了坏人可乘之机。这么多年，您仕途顺累，家中有柳氏粉饰太平，您可曾想起过我的母亲？哪怕一次？这些话，您留着跟我娘说吧。回到镇国公府后第2日，顾朝歌在府中走动，穿过正厅，穿过回廊，经过王室紧闭的佛堂，经过柳氏空荡荡的正院，经过父亲书房，他走到祠堂门口，停住了。秋荷，去请族谱和族中长老。今日请诸位族老来，是做个见证。朝歌，你要做什么？父亲看不出来吗？女儿在替自己证明。大小姐，族谱岂是儿戏？你这是做什么？从今日起，我不姓顾。我娘姓魏，我要改姓随她。昭和，
你就算愿为父，也不必。父亲，女儿替娘讨的账讨完了，顾家的家业，女儿一分不要。娘的嫁妆追回来的部分，请父亲折成银票给女儿，剩下的就留在顾家，算是女儿替娘还了这10年的养育之恩。朝贺，为父知道对不住你娘，对不住你，可为父已经什么？你娘的牌位还在这里。父亲，女儿不是要断绝关系，娘的牌位在顾家祠堂里，女儿逢年过节会来上香，但女儿的名字不写在顾家的族谱上了。朝哥，你当真不肯原谅为父？父亲，10年前我娘病重的时候，女儿跪在这祠堂门口求祖父的牌位保佑她。女儿跪了一整夜，膝盖磨出了血。您在哪儿？小姐，咱们去哪儿？去城南。1个月后，城南柳巷尽头，一家绣坊悄然开张，匾额上4个字：魏氏绣坊。字是顾朝歌亲手写的，不，现在该叫魏朝歌了。开张那天没有请客，没有放遍烛，只是挂上一块写了收徒2字的木牌。姑娘，你们这儿收徒？我这丫头手笨，但肯吃苦。我不要工钱，只求她学门手艺，将来别像我一样。你叫什么？招娣。我会照顾好招娣的，你放心。想学谢画吗？好，那就留下。招娣是第1个，第2个、第3个也陆续来了，都是城南穷人家的女儿，有寡妇带的，有自己找上门的，有被家里人送来说关口饭吃就行的。魏朝歌来者不拒，他把魏氏的绣样一幅幅画出来，教他们认针法、分丝线、配色。东家，为什么先教竹子？竹子活着的时候往高变长，死了还能劈成篾，编成筐，好看也有用。绣坊开业后第2个月，裴衍之来了。他站在门口，仰头看着那块匾额，看了很久。殿下站在门口做什么？进来坐。本王听说，你把你爹给的银子全投进这间绣坊了。不给自己留点？留了，够吃饭。魏朝歌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把这间绣坊开下去，收更多像我娘一样的女子，嫁妆被侵吞的，无家可归的，想靠自己双手活着的，教他们手艺，
给他们工钱，让他们不必靠任何人也能活下去。这很好。靖安侯府通敌案终于审结，沈清寒被判明日处斩。靖安侯府所有男丁女婢贬为奴隶，流放边关。判书昨日已下，明日一早启程。多谢殿下特意带来消息，那明日便去送送他吧。为什么是兔子？我母后属兔，魏朝河心底有一个地方，却像被一片羽毛拂过，轻轻的，痒痒的。几个女孩低着头绣花，眼睛却忍不住悄悄朝他俩偷瞄。晋国公府流放一共57口人，顾嫣儿在牢里关足了3个月，人瘦了一半，嘴唇干裂，眼眶深陷，早已不复当初的靓丽招摇。是你！松手点，老实点。君爷，行个方便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来告诉你几件事。第一件，你娘走了，她当年害死我娘，自己也得了报应。第二件，王氏被关进了佛堂，终生不得出。第三件，父亲让我转告你，你不再是顾家的女儿。你现在满意了？我娘没了，我也被流放，我什么都没了，你满意了？顾嫣儿，你记不记得你剜我眼睛的时候说了什么？你说，姐姐，你儿子的眼睛也是我挖的。清寒说斩草要除根，所以我给他留了个全尸。我儿子叫念安，他死的时候才4岁。你在说什么疯话？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。你听不懂没关系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今天的下场是你自己写好的。从你第一次往我儿子碗里下药开始，从你第一次在沈清寒耳边说姐姐留不得开始，此去流放3000里，路途遥远，我可怜的妹妹不知道能不能经得住这一路风霜。顾朝歌说完，转身离去，他脸上却没有报了仇的喜悦，只剩下无尽的悲伤蔓延。走！寒风灌进囚服，刺骨冷意让顾嫣儿浑身发抖。就在这时，魏朝歌那些他听不懂的疯话突然在他脑海里轰然炸开，眼前的一切骤然模糊。姐姐，你儿子我给了全尸。你的琴不配入清寒的耳。这孩子留着就是拖累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！原来不是疯话，全是真的。不可能，他都记得，他全都记得。你今天的下场是你自己写好的，可一切早已晚了。魏氏绣坊的桂花开了，不是原先顾府院子里那棵，是魏超科3年前亲手种在绣坊门口的一株桂花树苗，如今已经长到屋檐高，满树金黄，香气溢满了半条巷子。扫不完，根本扫不完嘛。招娣已经能独立绣一整幅屏风了。当初那批女孩里有几个出了师，去别的绣坊做了教习师傅。新来的女孩们管魏朝歌叫东家，管招娣叫招娣姐。东家。
小姐，这不是咱们院里那棵桂花树吗？树下这个人是谁啊？你看像谁就是谁。东家，外面有人找，是那个穿黑衣服的太子殿下，手里还提着一盏灯。9月的风很凉，阳光却很亮。裴衍之站在绣房门口，3年过去，他的眉眼比从前更深了，手里提着一盏兔子灯，手艺已经很好，兔耳朵周周正正，眼睛是2颗红豆，歪着头，像是在笑。魏朝歌，今年的。殿下每年都来城南送灯，满京城都在猜，太子殿下是不是在城南养了个外室？那你怎么回的？我说不是外室，是个替我查过案、送过灯的人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魏朝歌，你相信人会重生吗？那是你第一次写信让我来见你。回去以后，我便常常做梦，梦境断断续续，但拼凑起来，也够我拼出个大概了。梦里，你击毙之后，我本想向镇国公府提亲的，没想到沈清寒先我一步。你婚礼那日，我接了父皇的旨意去边疆领兵历练。那时我以为，你嫁了想嫁的人，会过得好。后来，那厮又迎了你妹妹进府。再后来，我的眼线告诉我，你被软禁了。没多久，眼线断了。我开始加速追查靖安侯府通敌的罪证，想回来，早些把你救出来。那日我带兵去抄家，我找到你的时候，只看到你已冰冷的尸体。魏昭鹤的脑子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一片空白。什么叫他本想向他提亲？即比礼前那次见面，御花园那回不算的话，才是他们第一次正面对上吧？这么多年他一直躲着他，他喜欢他，何时的事？为何要向我提亲？殿下对我有意，何时的事？说实话，我也说不清。最初是因为母后说，言之以后遇到魏家的孩子，要替娘照顾些。娘欠魏家一条命。那时我5岁，不懂什么叫欠一条命。后来查了卷宗才知道，你母亲的兄长用自己的命换了母后的命。这件事他从未听任何人提起过。外祖父外母去世的早，连母亲也。魏家早已没落许多年了。我让人查过，你娘是魏家的女儿，你是魏家留在京城的唯一血脉，母后欠的那条命落在你身上。我那时候想，等再过几年，寻个由头把你从镇国公府接出来，许一门好亲事，也算替母后还了这笔债。后来我在宫宴上见过你几次，你总是坐视在最角落的位置，低着头，从不抬头看人。穿的衣服比其他闺秀旧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但绣样很精致。我问过工人，说那是你自己绣的。每年宫宴，我都会找你在哪儿，成了一种习惯。你不抬头，我就看你的袖口。桂花绣样，一年比一年绣得好，但我发现，你似乎总是躲着我。
有一年你没来，我问了，说是你病了。后来眼线汇报，是你姨娘将你罚跪在雪地里，跪了一整夜，膝盖冻伤了。本王在书房里坐了很久，最后什么都没做。不是不想，是没有立场。哪一次？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是替母后还债，而是自己心意的？有一次宫宴，你终于抬头了，不是看我，是看窗外那棵桂花树。你看了很久，然后笑了一下，很轻，像怕被人发现似的。本王那天回东宫，让人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。那是你几岁的时候？13岁。殿下的桂花树种活了吗？活了，每年都开满树。明年桂花开的时节，殿下带我去看看。又是一年元宵，城南柳巷挂满了灯，魏氏绣坊门口也挂了一排，是招娣带着师妹们砸的，歪歪扭扭的，但热热闹闹。魏朝歌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一盏旧兔子灯，耳朵有点歪，灯纸泛黄，是吉姬那年裴衍之送的第一盏。小姐，今晚还去灯市吗？去。和谁去啊？前世他死在腊月初七，今生他在元宵节的月光里，提着一盏旧灯，走向一个走了很久的人。桂花已经落尽了，但明年还会开，日子还长，不急。